浪回忆说，赵立权这个名字寓意着青春、纯真和黑暗的人被刘长卿欺骗，差点丢了性命。电视剧《后浪》中，刘长卿一脚面临资金问题，怀疑自己可能上当受骗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下定决心要说服任新政继续推进公园项目。唯利是图的商人刘长卿对任新政不肯放手的态度越来越恼火。财源广进的任新政却没有到刘长卿的机构去，让他很是苦恼。一遇到任新政，他就知道了百年野山参的存在。那一瞬间，他有种想抱草跑兔子的强烈愿望。一想到能得到野山参，他就有种如释重负和平静的感觉。尽管刘长卿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吴刚饰演的任新政依然坚决拒绝，让刘长卿越来越心疼。这期间，赵立权的思想开始急转直下。其他人都跟着任新政离开的时候，赵立权特意落在了后面，告诉刘长卿孙头头在路上留下了踪迹。也就是说，赵立权可以通过孙头头的标记定位到同一个人，他们搜寻的对象是野山参。赵立权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确保辅导班不会因为场地问题而取消。时至今日，他已经开始表现出道德败坏的迹象，其动机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。他决心阻止公园的土地被用作贷款的抵押品。他对保住师徒班有切身利益，急于暗中协助刘长卿。事发后，刘长卿的表情变得更加俏皮了。对付任新政或许是个挑战，但对付任天真和孙头头，他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我一出现就提出，如果师徒班没了，把地当抵押就可以保住未来。我把孙头头给吓了一跳，但又提醒孙头头可能会无家可归。赵露思在电视剧《后浪》中饰演的孙头头，在师徒计划的波折中依然沉着冷静。他在与同事表达担忧的同时，对刘长卿采摘野山参的行为绝不姑息。发现孙头头和天真都无法完成任务，他坚持要别人来做。任新政是这种情况下少见的诚实人，这意味着其他人可能不会那么坦率。这暗示如果不接受报价，他将从团队中寻找其他人。或许是别人留下了野山参的线索，他那个时候还能弄到。任天是一个习惯于坚持自己的信念并采取行动，而不考虑潜在后果的人。他有意与柳长青合作，提议以野山参交换，继续师徒班。任天真年少，阻碍了眼前的情况，因为目前的情况缺乏具体和细节。更何况，刘长青的保证只是口头上的，没有任何书面约定。口头保证的可靠性取决于提供者的可信度。任天真、柳长青的为人有没有功劳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刘长青连一句寒暄都没有，就请求帮忙装修。如果可行，建议避免与像刘长青这样的人长期合作。本质上，任天是个善良的人，但在与柳长青这样的人战斗时，他缺乏必要的经验。他的打算就是单纯的采集野山参，送给柳长青，换取师徒计划的继续存在。需要刘长青出钱吗？根据协议，仅口头承诺即可。刘长青得到野山参后，很有可能连夜潜逃，这是因为他怕任天真后悔交易，或者怕任新政插手。更何况，刘长青的承诺也不是万能的，他随时都可能改变主意。刘长青不受任何合同协议的约束，功劳和人品这些条款对于刘长青来说毫无意义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他打算继续用园区的土地给任新政施压，在以后的项目上与他合作。不满足他的要求将导致他被驱逐。刘长青的性格坚定不移，即使在动荡时期，他也坚持要求任新政与他合作创业。他的这一坚定信念至今未变。因此，任新政决定卖掉他的房子，并将他的导师计划搬到一个新的地点。而刘长青则继续与任新政并肩作战。无视柳长青，为他挖山参，简直就是肉包子打狗。任天真肯定会意识到这个事实。此外，价值数百万的野山参已被盗猎，目前尚不清楚是如何被盗取的。任新政或许可以给出一个解释，而柳长青则是打算利用这些信息，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任天真。随后，任天真被蛇咬伤，
经历了生死攸关的遭遇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大胆并意识到夜间穿越山脉所带来的危险。至此，他才明白当初与柳长青约定提取野山参的严重性。后浪萌萌装病被发现死了是哪一集？另外，孙头头的真实身份是江家的继承人。侯浪猛装病被发现死了是哪一集？起初，我对徐梦的性格有强烈的反感，但久而久之，我开始感同身受。我很好奇孙头头的个人经历，他的人生有过怎样的经历？难不成孙头头竟然是江家的正统继承人？第27集中，侯郎猛装病被发现自杀身亡。萌萌的死因与其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很大关系。他的父母采取了严格的隔离、监视等措施来控制萌萌。他们相信，通过移除任何可能伤害他们女儿的东西，他们是利大于弊。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育儿方法有任何缺陷，只想让女儿符合社会规范。不幸的是，萌萌想办法逃脱了他们的控制，最终自杀了。看得出来，萌萌一直在慢慢敞开心扉。他拿着手机，犹豫着要不要跟任天真吐露心声。他曾试图寻求帮助，但不幸的是，他的犹豫让他失去了机会，而他的父母也关闭了干预的机会之窗。孙头头真实身份是江家传人，由母亲抚养长大，母亲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针灸师，也是江家的嫡系子孙。孙头头从小就被培养成传统的继承人。任新正知道江家是中医界的先驱，正在寻找接班人。江家在救人时被火烧死，唯一的孩子则在别处。任新正千里迢迢派出搜查队寻找江家的继承人。20年后，他们终于得到了孙头头的消息。对比了继承人的照片，任新正认定孙头头就是江家的正统继承人。只是他们并不知道，江家也保守着一个重大的秘密。经过调查才知道，侯郎猛最初是装病，然而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与真正的心理问题做斗争，而不是装出来的。不幸的是，萌萌在第27集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尽管他正在康复，他父母的行为只会加剧他的挣扎。暴雪之时，完整阵容官宣，吴磊、赵今麦被形容赏心悦目。今日29日，在暴雪时刻正式公布完整演员阵容，并开启独家剧集观影。原小说《加墨宝非宝》担任编剧，该剧由黄天仁、于博执导。该剧由吴磊和赵今麦主演。电视剧《暴雪时代》改编自同名小说，故事围绕2个人展开：前斯诺克选手林一阳、吴磊是和知名9球选手银果、赵今麦是在1年1度的暴风雪中相遇。10年，2人出狱后逐渐熟悉，因果也知道了林一阳的过去。据透露，林一阳也是一名斯诺克神童，曾在一场比赛中因对裁判判罚有异议而误撞裁判而被禁赛。他不服判决，当场宣布退役。然而，在银果的激励下，他重新找回了对这项运动的热情，重返斯诺克赛场。最终，2人一起登上了事业的顶峰。据介绍，该节目在芬兰首次亮相，拥有原汁原味的北欧雪景之美。我相信这部剧的整体质感以及对浪漫时刻的刻画，将带来更加激动人心的体验。作为新生代演员，从童星出道，吴磊和赵今麦已经积累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。吴磊在《星寒辉煌》和《长歌行》中的表演，以及赵今麦在《开始》和《少年派》中的出演，都给看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在最新的大结局特辑中，吴磊与赵今麦的恩爱被不少网友形容为甜蜜过头，有些人甚至说化学反应无可挑剔。这2位演员在荧幕上是一对绝妙的搭档，大家的共识似乎是，这是2个年轻人在演爱情喜剧，结果还算圆满。